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地球上第一个女人怎么来的？在西方神话中，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是夏娃，是由第一个男人亚当身上的一块骨头幻化而成。而在中国神话中，人类是女娲玩泥巴时随意捏出来的人偶，但神话终究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人类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地球上是先有男还是先有女呢？长按点赞加关注，跟我一起来了解人类诞生的秘密。在人类之前，地球就已经诞生了许多的生命体。45.7亿年前，地球从一个熔融的火球，经过几百万年的慢慢冷却，形成了固定地壳。到了44亿年前，坚硬的地壳再次形成，并且有了各种气体混合而成的厚厚的大气层。直到37亿年前，也就是太古宙时期，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提出过很多推论。瑞典化学家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列纽斯在1907年提出了宇宙胚种论。他认为地球最初的生命体来源于宇宙空间，是地球和其他天体相撞后，一些陨石上的微生物进入了地球，从而诞生了生命。第二种是深海烟囱论，这种理论认为生命起源于海底热泉的通风口。海底热泉富含大量的化学物质和热能，滋养着充满生气的生态系统。而自然通讯曾刊登过一篇对闪电的研究，主研究者赫斯表示，早期的地球每年发生约50亿次闪电。地球在35亿年期的雷击次数刺激了地球上的磷，磷是生命组成的重要物质，因此他认为雷击恐怕才是地球生命起源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只是科学家的推论，地球最初的生命起源还是未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生命都是单细胞生物，通过1分为2来繁殖，这就是我们说的无性繁殖。而现在的人类都是女人生的，那么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到底是谁？地球上第一个女人真的被发现了吗？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希基斯曾对 DNA 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他研究发现，全球60多亿人口可能源自一个母亲。15万年前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被科学家命名为线粒体夏娃的女人。这个女人通过线粒体 DNA 繁殖。线粒体 DNA 是指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只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 DNA， 但男性无法遗传给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来的都是儿子，那么线粒体 DNA 遗传链就会终止，没生女儿就相当于断子绝孙了。当然，这个说法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撑。也就是说，线粒体夏娃并不是地球上第一个女人。要说人类的起源，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得知，现在地球上所有物种都不是独立出现并演化到现在的，人类是由灵长类动物慢慢演变而来的。大约100多万年前，现代人类出现了。尽管进化论严格意义上来说也还是一种假说，但比起那些神话传说而言，明显进化论有更多人类化石作为理论依据。人类现在都是有性繁殖，而关于有性繁殖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不久前，中英德3个国家的古生物学家对一个缅甸发现的白垩纪介形虫纲甲壳动物的琥珀进行了研究。在琥珀中发现了一颗史上最悠久的巨型动物精子，占了介形虫纲动物的1/3。目前地球上几乎没有动物的精子尺寸占到了体型的1/3。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这颗精子距今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这意味着地球生物有性繁殖早在1亿年前就出现了。和哺乳动物的有性繁殖一样的是，介形虫纲动物也是将大量精子输送到雌性体内，只有1颗精子能得到青睐。这种有性生殖方式经过上亿年的时间依然保留至今。那么地球上到底是先有男还是先有女呢？地球上第一个人类真的是女人吗？1974年，古生物学家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一个山谷中发现了一具远古人类的化石。这一具远古人类化石距今约有320万年。研究人员对化石分析得知，这副骨架具有类似猿的脑容量，也有类似人的2足直立行走方式。于是研究员将它们归为南方古猿阿法种。然后研究人员根据这具骨架的盆骨开口，判断她是一位女性，并称她为露西少女。同时通过骨骼分析，研究人员发现露西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坠亡。一种观点认为，南方古猿的生活习惯是既可以在陆地生活，又喜欢在树上栖息，因此通过露西的肱骨裂缝判断她是高处落下导致骨折，然后死亡的。露西所属的南方古猿处于猿向人类转变的中间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南方古猿已经开始具备类人猿的特征了，并且人形明显，
不仅可以直立行走，还会使用天然工具。科学家还通过研究发现，南方古猿和人类的生活习性也很相似，它们喜欢群居。科学家甚至还发现南方古猿会建造墓地，埋葬自己的同伴。一开始，科学家们认为露西是最早的人类祖先，甚至被称为人类之母。但在2010年，科学家又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另一具南方古猿的骨架。这一具骨架的年龄比露西还要早40万年。这座骨架被称为露西的祖父，因为它的出现将人类直立行走的时间提前到了360万年前。但我们并不能通过这唯二发现的古老化石就判断第一个人类是男是女，这个问题至今是个谜。恐怕只有等人类科技文明高度再上一层楼的时候，才能找到让所有人信服的依据。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